大家好，我是牛奶。小丹塔的长老竞选赛结束后，大长老便领着萧炎与药老一起去了议事厅。大厅内一些中立的长老试图用联盟不合丹塔的规矩来说事儿，萧炎却是十分犀利地指出，丹塔作为炼药师心目中的圣地，本就有着维护他们安全的义务。可这些年魂殿已经抓捕了无数的炼药师灵魂，并且有越来越猖狂的趋势，丹塔却并没有做出过于强势的反击。当圣地不再是圣地，那丹塔与其他势力又有什么不同？萧炎的这一记重锤直接打破了那些个迂腐老头最后的美梦。最终大长老宣布丹塔同意联盟。3日后，药老、萧炎以及彩铃等人早早的就在新界的大门等待着宾客的到来。最先到的是花宗的2位太上长老，感受着对方中级半圣以及高级半圣的气息，萧炎默默感慨，花宗隐藏的实力果然是不弱。药老上前一步，招呼着前来的2位美妇道：“青仙子、花仙子，多年不见，别来无恙啊。”青仙子目光复杂地看着药老，轻声道：“多年不见，你倒是变成了这副糟老头的模样。”一整个尴尬住的药老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萧炎却是从青仙子的神态以及语气中迅速反应过来，有瓜吃啊！这不跟玄一看药老的神情一模一样吗？看来老师当年也是风流倜傥啊，这情债到处都是。药老的尴尬并没有持续多久，焚炎谷以及丹塔长老院的几位大佬就到了。短暂的寒暄后，药老见人已到齐，就率先转身领着众人飞往了星云阁主阁。众人全部落座之后，药老就主持着商讨关于联盟的事宜，整个的联盟过程进行得十分顺利。联盟的前提是各方都属于平等，且无权插手对方宗门之事，主要宗旨是一方有难各方支援。盟内将设有1位盟主以及3位副盟主之席，为了防止盟主一枝独大，3位副盟主意见统一时可逆转盟主决定。经过一番商讨，众人一致推举药老作为盟主。至于联盟的名字，萧炎提议就叫天府联盟，以天为府，可比那魂殿听起来霸气多了。然而就在众人准备举杯庆祝联盟成立时，大殿中央的空间突然变得扭曲，旋即一道淡漠的不掺杂丝毫情绪的声音在大殿之中响彻而起：“天府，霸气是霸气了，可本殿倒是很想知道你们能否有这命去享受。这熟悉的出场方式，还本殿？莫非他便是魂殿那位极其神秘的殿主不成？”萧炎的眼瞳紧缩，然而当那黑雾里逐渐凝聚出一道全身包裹在黑雾之中的人影时，萧炎却是悄悄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看出来了，面前的这道黑雾人影仅仅是一道投影，并非是真正的本体，属于自己能搞定的那一挂。这位不速之客其实是魂殿的副殿主，卡着时间来的主要目的有2个，其一就是想利用萧战的命逼迫萧炎交出驼蛇谷地狱。副殿主先是幻化出黑镜，让萧炎看到其父亲在囚牢里被锁链捆住4肢的样子，随后告诉萧炎，如果不交出驼蛇谷地狱，他现在就杀了萧战。萧炎在看到父亲时瞬间就红了眼眶，滔天的杀意更是铺天盖地的暴涌而出，顷刻间就将身旁的桌椅震成了粉末。父亲，指甲深深嵌入掌心，萧炎脑海里的杀意正疯狂地咆哮着，让他立刻将面前的人碎尸万段。然而一只略显冰凉的细腻玉手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手掌，药老的低喝声也在此时响起：“萧炎，冷静！”心头猛地一震，萧炎才恢复了一些理智。萧炎深知古玉若是交了，只怕父亲会死得更快。猛地吸了一口气，强行压住心中杀意之后，萧炎冲着那魂殿副殿主道：“这种手段对我没用，想要驼蛇谷地狱，便是将我父亲带到我面前，否则任何威胁我都不会理会。我手中的古玉能够感应到我父亲的生死，若是他哪一天失去了感应，我便会将古玉交给古族，到时候你们永远也别想得到。”副殿主一听萧炎这话，就知道自己打的1号如意算盘没戏了，那就开启 B 计划吧，分裂他们。副殿主先是嘲讽萧炎他们组建的天府联盟在魂殿面前就是个笑话，随后炮口对向丹塔，说他们给脸不要脸，既然如此，就不要怪魂殿心狠手辣了。之后又威胁花宗与焚炎谷不要趟这趟浑水，否则到时宗毁人亡可就晚了。副殿主这边正激情开麦的时候，大长老与青仙子、火云老祖他们只是看着他冷笑，全当是狗在叫了，毕竟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谁也不是吓大的。
萧炎见那魂殿店主半天也说不出什么有用信息，懒得再听他废话了，直接动手击碎了那黑雾人影周遭的空间，并附言：回去告诉其他人，魂殿与魂族的狗杂种，日后我会一个一个的杀过去。这话说的给副店主直接气笑了，被强行送走时，那笑声都还在天地响彻。狂妄的小子，你算个什么东西？强如当年萧玄也陨落于我魂族之手，你这区区一星斗圣，简直就是不自量力。本店等着你找上门来的那一天，到时本店定要亲自出手收拾了你。黑雾在空中消散后，萧炎问起了众人是否听过那所谓的魂殿副店主。火云老祖表示略有耳闻，此人应当就是魂族出来的强者，实力顶多3星斗圣，不然的话今日来的就不是投影了。正是因为他没有把握战胜我们这里的所有人，才这般藏头露尾的搞这种离间计。萧炎觉得火云老祖说的很有道理，一边默默点头，一边出声试探其他几人是否有动摇的心思。好在场中都是些脑子很清醒的人精，定下明日正式宣布联盟之后，丹塔大长老、火云老祖以及青仙子几人就回去准备构建彼此之间的空间虫洞了，主打一个日后联手对敌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支援。当星陨阁、丹塔、花宗、焚炎谷4大势力宣布结成天府联盟的消息传出来时，整个中州都沸腾了，因为他们清楚一个足以在实力上匹敌魂殿的新兴超级势力意味着什么。一时间，不少大小势力的宗主、首脑都是不远万里的赶来星陨阁，要求加入联盟。各种备调、筛选、定制新规等等繁杂的事情，把萧炎与药老这2个甩手掌柜搞得焦头烂额，急忙火急火燎的连夜将一直管理星陨阁其他地域事务的风尊者给召唤了回来。风尊者的实力虽比不上药老，但他的管理能力却是甩药老几条街的存在，各项事务一上手，很快就被他理顺了。那效率看得萧炎与药老都是有些汗颜。随着时间的流逝，天府联盟也开始一步步进入正轨，加入联盟的势力选拔规范了，空间虫洞也建立完成了，甚至新设立的情报堂也摸到了魂殿的2座分店。然而这么长时间以来，魂殿竟然丝毫不理会天府这个新兴的联盟。萧炎虽有些疑惑，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也很庆幸能有着悄悄凝聚力量的时间，他等着那最后反扑的时刻。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视频呢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